当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大富翁、企业家、科学家等成功人士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和我们一样，却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这个问题触及到一个神秘的领域——逆向思维。成功人士往往都会反向思考解决问题，这不仅是他们的秘诀，也是他们在不同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探讨3种简单易懂、好操作的逆向思维，揭示它的力量，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为梦想和目标铺平道路。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只要你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关于情商、心理健康、自我管理等有关人生智慧、内在力量的资讯了。我也希望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然后分享出去，不然你就很难再看到这样的内容了。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们都可以达成目标，没有烦恼。欢迎来到健谈，我是阿德，我们轻松聊，深度谈。曾经有一位商人向哈桑借了2000块钱，并在借款时立下了一张严格的借据。临近还款日期，哈桑却发现这份关键的借据竟然找不到了。他翻遍了柜子、抽匣、文件夹，就是找不到，让他急得直冒冷汗，脸色发红。哈桑知道，如果没有这份借据，商人就会推迟还钱，或者直接拒绝还钱。面对这个困境，哈桑开始皱着眉头，感到十分头疼。在这个时候，一位朋友给了哈桑一个奇怪的建议：你写一封信给商人，内容就写请及时归还给我借给你的2500块。哈桑起初感到很困惑，因为他明明只借给商人2000块钱，为什么要让商人还2500块呢？尽管不太理解，哈桑还是照着朋友的建议行事，写下了那封奇怪的信件，并寄给了商人。商人收到信后，打开一看，大惊失色，赶紧迅速回信，内容非常明确：我只向你借了2000块钱，不是2500块。当然，我会如约还给你2000块钱。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哈桑借据法则，由借款人一方来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哈桑正是利用了逆向思维，逼迫商人再次确认借款金额。哈桑的聪明举动让商人不得不承认欠钱，即使借据不复存在，但这封信件成为了新的借据，确保了借款的归还。那有哪些具体的逆向思维可以帮我们在看似无解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改变现状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自己在生活中使用的、见到的逆向思维。1. 从结论往回推，将问题简单化。在电动汽车早期研究阶段，特斯拉面临了电池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当时电池的价格高达每千瓦时600美元，而一辆电动汽车至少需要85千瓦时的电池。这意味着当时一辆特斯拉电动汽车 Roadster 的电池成本超过了5万美元，几乎占了整车成本的12万美元的一半。这就给特斯拉的创始人 Elon Musk 带来了巨大的困扰。据说有一段时间 Musk 不得不在车间里吃睡，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全部拿来工作。他该怎么办呢？正常人也许会找不同的供货商来寻找最低价格，然而他通过逆向思维找到了解决这个重大难题的方法。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决定对电池的材料进行拆分，将其分解成碳、镍、铝、钢等不同的材料。通过这一拆解过程，马斯克发现，如果单独从伦敦金属交易所购买这些材料，每千瓦时所需要的成本仅为82美元。这样电池总成本就可以降到原来的 13.7%。这样的倒推也让他发现，电池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原材料的价格，而在于原材料的组合方式。想要有效降低电池成本，就必须改变目前的原材料组合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斯克与松下公司合作，重新构建了特斯拉电动汽车的电池。基于这一突破，特斯拉的新车型 Model S 顺利下线，美国上市价格为63570美元，令人瞠目结舌。这一举措将电池成本降至了整个行业中的最低水平，为特斯拉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重新审视问题，马斯克发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彻底改变了电动汽车行业的格局。爱因斯坦认为，只有大胆的猜测才能带领我们走得更远，而不是事实的积累。往往只有那些大胆不靠谱的人和行为才能够开创新的道路。从结论往回推，就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机会，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当我们面对一个看似复杂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常规思维往往会使我们迷失。但如果我们不着急寻找答案，并开始反向思考，事情就可能有转机。
我们要从问题的最终目标或解决方案开始，然后逐步将问题分解成更简单、更可管理的部分。例如，假设我们需要找到提高公司销售的方法，常规思维可能会导致我们陷入各种复杂的市场分析、广告策略和产品改进中。但通过逆向思维，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最终目标，增加销售，然后我们逐步倒推，将问题简化成更具体的子问题，比如了解客户需求、寻找新的销售渠道或改进客户体验。这样的分解使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处理每个子问题，找到相对简单的解决方案，并最终实现提高公司销售的目标。从结论往回推，不仅有助于解决业务问题，还可以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境。例如，如果你感到时间管理困难，可以反向思考，你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时间管理效率，然后逐步倒推，找到浪费时间的原因，或者寻找时间管理工具和技巧。从结论往回推，也有助于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时，常常能够发现以前被忽视的可能性。通过简化问题，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看到问题的本质，找到不同寻常的解决途径。从结论往回推，将问题分解并简化，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解决和创新。这个方法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帮助我们更聪明地应对复杂性，发现新的机会，并在面对挑战时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2. 停止去想自己的需求，只关注别人的需求。在一片公共草地上，一个老人一直享受着阳光、青草、鸟鸣的安静时光。然而某一天，一群调皮的小孩子开始在这片草地上踢球，声音非常大。老人内心很想将这群小孩赶走，但毕竟这片草地是公共资源。老人明白，越是驱赶这些孩子，他们越可能变本加厉。于是老人开始思考着别的办法。这个老人想了一会儿，他对这群小孩说：“小朋友们，明天继续来玩吧。我特别喜欢你们的欢声笑语，我感到很快乐。只要你们来，我就给你们每人5块钱。”这群小孩子听到后高兴得不得了，于是第二天又回到了草地上。经过几天，老人突然说：“孩子们，很抱歉，我不能再给你们5块钱了，只能给你们每人1块钱。”孩子们虽然有些不开心，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又过了几天，老人又说：“从明天开始，我只能给你们每人5毛钱了。”孩子们不高兴了，其中一个小孩说：“这太少了，以后我们再也不带给你快乐了，我们走。”老人于是重新独享宁静的草地。最有深度的地方到了，大家耐心听。查理芒格说：“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老人停止了思考自己的目的，赶走小孩，转而思考小孩子的目的。他们想获得快乐，通过给他们钱，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快乐，然后再降低奖励，使他们失落，让他们自愿离开。看得出来啊，这个老人其实是个利用人性的高手，因为这其实也抓住了人性的特点，得到后再失去的痛苦更加刻骨铭心。这告诉我们，有时候反过来思考问题，考虑他人的需求和动机，可以找到更具创意的解决方案，同时也能维持人际关系。考虑别人的需求是一种强大的思考方式，这个方法不仅有助于解决问题，还有助于建立人际关系，以及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成功。当我们日常生活中面临各种决策时，通常会首先思考自己的需求和利益，这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愿望。然而逆向思维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关注自己，可能会错过一些重要的机会。想象一下啊，假如我们正在考虑一个商业决策，比如一个新产品的设计，传统思维可能会导致我们首先考虑如何使这个产品满足我们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但逆向思维需要我们停下来，放下自己的利益，开始思考潜在客户的需求和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能发现一种更具有吸引力的产品设计，因为它真正满足了市场的需求。所谓拥抱市场。在人际关系方面，逆向思维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当我们与他人互动时，如果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可能会导致冲突和不和谐。然而，如果我们积极倾听和理解别人的需求，就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找到共赢的解决方案。3. 缺点利用法，缺点等于优点。在一家德国造纸厂中，一次忘记加浆糊的事故导致生产的纸张过于渗水，无法使用，按照规定只能报废，这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让厂长感到非常生气恼怒。然而，在众人都觉得自己要失业的时候，一名员工却开始思考，
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纸报废吗？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来利用这些废品呢？这位员工展开了反复的思考，最终想到了一个独特的主意。既然这些纸容易渗水，为何不将它们当作吸水纸卖呢？结果，这家企业不仅成功地生产出了一种新型产品——吸水纸，销量非常出色，度过了此次危机，还带来了额外的收益。股神巴菲特说：“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所谓垃圾，就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将缺点视为优点，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并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它鼓励我们在面对挑战时，不要束手无策，而是要思考如何转化这些挑战，找到新的机会，实现出人意料的成功。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试图克服和隐藏我们的缺点，因为它们似乎是不利的。然而，逆向思维却告诉我们，缺点实际上可以是一种独特的资源。让我们看看如何将这个理念应用到生活情境中。许多人可能都有一些看似不利的特质或技能，比如一个人可能不善于社交，不擅长团队合作，或者在某个领域缺乏经验。传统思维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些是需要改进或隐藏的缺点，但逆向思维可以启发我们，将这些缺点转化为优点。举个例子说，一个不擅长社交的人可能在独立工作和深度思考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一个不擅长团队合作的人或许在独自解决复杂问题时表现出色。善于发掘和利用这些特质，就可以将团队的效率最大化。希望为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们都可以运用逆向思维，解决当下面临的困难，达成目标。如果你觉得这些思维还算有用，那我呼吁你来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关于情商、心理健康、自我管理等资讯了。你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好了，我们下部影片不见不散。